大家好，欢迎来到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与你暗恋的那个人，你们未来的发展情况，以及神谕卡塔罗牌给你的爱情建议和指引。那么在我们面前呢，分别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和第4组牌。那大家可以根据神谕卡上面的图案，或者说你们自己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第一组牌呢，我看到你在面对你暗恋的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心戏的，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权杖五。那权杖五它代表的是一种混乱的能量。可能说平常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但是呢，在面对你暗恋的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点点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而这张圣杯七呢，也说明你们在面对暗恋的人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去过度解读，可能说对方说了一句话、一个动作展现出来的一个态度啊，你们都会像做阅读理解一样去解读。那么这张宝剑9啊，还有权杖10啊，那我看到你们这样做的话，会让自己非常的疲惫，而且呢，权杖10这张牌呢，你们也有很重的偶像包袱，尤其是在你们喜欢的人面前。那这张宝剑9呢，你们总是在深夜的时候会偷偷的关注对方的社交动态，甚至呢会有给对方发消息的冲动。还有呢，我看到了这张圣杯的逆位。对，首先是你有很多话，或者说很多想说的话没有对对方说，或者说你在压抑自己对对方的这种感情。那么这张圣杯呢，它就代表着爱，而现在圣杯的逆位呢，就说明这种爱的流动，爱的能量它受到了阻碍。那其实你暗恋的这个人呢，他也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因为圣杯的逆位呢，也可以连接到对方的能量。对，或者说你们之间呢，可能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或者没有澄清。对，那你们接下来的这种关系呢，首先我看到一张高塔牌，所以说你和对方目前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原因将要分隔两地，或者说已经分隔两地。那么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或者说不可抗事件的发生，改变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而高塔带来的这种变化呢，可能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也有可能让你们两个人彼此疏远。对，那么这张牌呢，那圣杯6这张牌呢，是你在对方眼中的样子啊。对方可能觉得你有一点点幼稚吧，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呢，其实他自己也蛮幼稚的，只不过呢，他没有向你展示出来而已。那可能对方呢，在你面前他就会有一点点高冷啊，就像这张宝剑女王一样，会有一点点强势，很正经。但是呢，其实他私底下也是一个小愚人，甚至比你还幼稚。对，但是呢，你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那其实阻碍这段关系进一步发展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那我看到第一张牌它是 blame。 对，那这种责怪呢，并不是说你责怪别人，而是说你在责怪自己，你在责怪自己在暗恋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做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出自己的魅力。但是呢，每当你面对自己暗恋的人的时候呢，你自己说的话，你的动作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每次都不能让你散发出自己应有的魅力。所以说每次和对方互动完以后，你都感觉自己没有发挥好。那第二张牌它是 service。 对，那这张牌呢，出现在暗恋的占卜里边呢，我会看到你在暗恋过程当中，或者说和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或者曾经有一些刻意讨好的行为。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与其讨好别人，不如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优秀，或者说让对方看到你自身所携带的一些美好的品质与光环。因为 Nico 我始终相信的一句话是，感情是要靠吸引而不是取悦，请你相信自己，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所以说第3张牌它就是 trust。 对，那相信这是一种力量，而相信不是相信别人，
而是从心底里相信你自己，从心底里肯定你自己。而肯定自己的力量呢，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你甚至可以每天起床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我今天比昨天更加优秀。那这种暗示的力量呢，会潜移默化的转移到你的行动、你的举手投足、你的一言一行当中。所以说，请大家记住这张牌 Trust。 对，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信任。不仅仅是在这个占卜视频当中，相信你可以，相信你自己，其实你比自己想象的要更优秀、更出色。而相信的这种力量呢，也会让你在一段感情当中能够做自己，能够充分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美好的特质与魅力。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呢，我看到了这张权杖7。可能目前说让你们感到心烦意乱的不仅仅是暗恋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生活的琐事、学业工作的压力，需要你们去平衡和处理。所以说我也看到了 balance 这张牌，对，平衡，一种平衡的力量，或者说平衡的艺术。如果不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与生活其他方面的平衡，你就会失去对于自己或者事情发展的控制。那同时呢，我也看到你们在对待感情或者对待自己暗恋的人上面呢，是非常敏感且谨慎的。对，那么这张女祭司牌呢，就是你们对于这种细微的情绪变化有着非常强的觉察力。而女祭司这张牌呢，也说明你们在面对自己暗恋的人的时候呢，可能说表面上云淡风轻，但是内心呢波涛汹涌。那么我还看到了这张女皇的逆位。对，女皇牌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张牌，它是恋爱小天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张牌的逆位说明你们对自己的条件不够自信，但是呢，其实以你们的条件是完全不需要去自卑的。你们甚至没有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前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恐惧、不安甚至是回避。对，那么你们的这种问题呢，我感觉因为抽到了这张圣杯6的正位那圣杯6的正位的话，它说明你们对于这种亲密关系上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对，那圣杯6这张牌呢，它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亲密关系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也会让你非常的苦闷。只能说你在原生家庭中的话，可能说你的父母没有给到你足够的鼓励，让你不够自信，或者说你的原生家庭当中，父母他们会对你有很高的期待或者要求，而这就会让你永远觉得自己都不够优秀，或者说如果自己不够优秀，就会配不上一段感情。所以说无论你有多喜欢对方呢，你都不会表露出来，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权杖8的逆位。对，你会把这种对于对方的喜欢刻意的隐藏起来，爱而无法说出口，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说这经常会让你们陷入到自闭当中。那么这里的话，我也看到了这张权杖1的逆位。对，那权杖1呢，它就代表着怎么说，权杖1的逆位它就代表着行动受到了阻碍。那你们也会担心，或者说你们不敢行动的原因还是担心自己被拒绝。其实你们并不害怕被拒绝，你们只是害怕拒绝所带来的那种失望的感觉。所以说灵魂之旅神谕卡呢，它也抽到了失败这张牌所以说其实你们会非常在意这段关系，而担心自己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而搞砸这段关系。那么我看到了圣杯3这张牌呢，其实这圣杯3这张牌呢，它是一个转机。对，因为它预示着你们未来呢会共同参加某个活动。那么你们有这种甚至是有这种独处的机会，那么这种机会呢，能够帮助你们更加的了解彼此。但是呢，在这之前，我想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先克服自己对于关系带来的一些不安和焦虑那么这种不安和焦虑呢，可能会影响你们接下来的这种感情运势，或者说
或者说这种脱单的运势，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说，这段关系呢，它给你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呢，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你的原因，因为你喜欢的这个人呢，他对你的话，有的时候他就是权杖骑士啊，比较的主动和热情，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是这张圣杯五啊，比较的冷，比较可能说有一点点回避，那所以说这种给你的感觉忽冷忽热，让你有一点摸不清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怎么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两张灵魂神谕卡呢，首先我认为呢，这两张卡它的颜色就非常的治愈，对。这两张牌的颜色就非常的治愈，我相信呢，这两张牌它也能够帮助大家去缓解一些在一段暧昧关系当中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啊。对，首先是这张 Peace 牌，安静或者说平静安定的内心。那么这种平静呢，或者说安定的内心呢，其实是来源于你自己能够在一段关系当中放下自己对于对方或者说对于这段关系本身过高的期待或者要求。当你的内心当中没有了这种过高的期待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更加的做自己，反而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更加的有魅力有吸引力。那么其实这张牌呢，它是一张建议牌，它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关系当中更进一步，那么你先要做的呢，往往是向后退一步，保留一些自我。当你获得了内心当中的这种宁静之后呢，你就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更加的进退自如，对，这反而能让你自身更加的有魅力有吸引力。那么其实在这种不进反退的策略下呢，你反而能够收获到最终的幸福，或者说最终的结果反而会超出你的预期。因为你对结果不抱有期待的时候呢，你就真正能够做到顺其自然。如果你对结果抱有太多的期待呢，你反而会失望。其实这两张牌它是让你放下对于结果的期待，有的时候呢，生活反而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在第三组牌，我看到，你现在暗恋的这个人，或者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会有很多的顾虑，或者说是现实因素的顾虑，现实条件的考量，你们总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条件和对方的条件去对比，然后呢，这反而会让你们有一些自卑，对，因为你们会放大自己不如对方的一些地方。那我看到这张教皇牌，对，所以说教皇牌它就是现实因素或者说现实的一种束缚啊，它带给你们两个人这个关系上的一些阻碍，对，它会带给你们两个人在这段关系上的一些阻碍。那么第二张吊人牌呢，对，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状态的话也是不自由的，被束缚的。你们想行动，但是呢又不敢行动，因为你们考虑到有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有可能你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有可能你们目前呢无暇恋爱，或者说你顾及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很微妙的节点上，所以你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吊人他是被吊在这个木桩上的，所以说这就是你们目前的状态，是不自由的，是被束缚的。所以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看到你们可能会离开对方，或者说彼此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那这其实都是你所担心的，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没有办法维系下去的一些现实因素，等方面的原因。所以我看到宝剑七这张牌啊，你们是有非常重的这种心理包袱的，因为你们会在一段感情当中想很多。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所带的这些宝剑呢，其实都是你过分活跃的思维能量。那么这张权杖女王呢，其实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的，但是呢，你会不露声色的去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一些优点和长处。那我看到在这个感情的发展当中呢，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呢，有时候是
不在一个频道上面的。对，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星币五的正位啊，你们聊天当中呢会有一些比较尴尬的瞬间，或者说突然语塞，不知道该聊什么。因为我看到对方他是这个权杖9，对，那么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比较被动的，同时呢，对方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有一点点佛系，不是很主动。那么你时常会在和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会感到他有一些心事，因为我看到这张权杖2的正位啊，你会觉得他有一些心事，或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点心不在焉，所以说你们目前的这种关系呢，就处在这种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友情之上，但是恋人未满。那这3张，那我们来看这3张独角兽的神谕卡它所带来的信息啊。第一张它就是 patience， 其实我看到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展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与诚意，但是呢，可能说这个关系没有得到你这种预期的进展呢，会让自己有一点浮躁，所以说对于这段关系呢，你也会有一些迷茫，那么第2张牌呢，它是 cycles， 对，一个循环，可能说让你比较恼火的一个点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每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会莫名其妙的回到原点，就像一个循环一样，总是没有办法跳脱出来，对。那第3张牌呢，它是 leadership， 对，其实你内心当中是渴望有一个人他能够引领你前进，当你的精神导师，或者说这个人他能够有让你变好的欲望，但是目前呢，可能说你喜欢的这个人呢，他是有一点点被动的，他其实和你内心当中所期望的那个能引领你前进的人是有一些落差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3张月亮神谕卡它给出的信息啊，对，那第1张呢，它是 New Start is coming， 对，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和你这个暗恋的这个人呢，你们之间可能会迎来一种崭新的相处模式，对，可能是关系的升级啊，或者说突破之前这种关系的循环。那第2张牌呢，它是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you， 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你自己。那么在这段关系当中，我看到啊，其实你还没有完全的做自己，你还有很多的束缚或者说心理包袱，那么最后的这张月亮神谕卡呢，它是说 What do you need to release 啊？其实这张牌它是大天使想要和你说的话，就是说你还需要去释放一些什么东西，对，你真正需要去释放的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对于结果的执念，对，一旦你放下了对于结果的执念，你整个人如释重负以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你自己是怎样的，你才能够向你暗恋的人展示真实的你自己是怎样的。而我觉得在2个人的关系相处当中，真实它代表着一种真诚，一种坦诚，那么真实它也能够让你们之间的关系走得更加的长远，对。那先尝试着让自己从这段关系当中解脱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看待你们的关系，不要有太多的执念，以一种更轻松的态度或者说心态，去进行2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或者沟通，那么以这种更放松的态度，去对待关系，其实你们能够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沟通和了解彼此，所以说那这组牌啊，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第4组牌的话，首先我看到啊，在这场暗恋当中，可能说你们2个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可能说你稍微或者说更多的是你在仰望对方。那么第2张牌呢，权杖2，那权杖2出现在这里的话，我感觉是你们2个人，你和对方，你们2个人会对未来有一些分歧，或者说有着不同的打算或者理想，那这件事其实也会让你比较苦闷。那么第3张牌呢，
第3张牌呢，它是一个宝剑4的正位。对，宝剑4的话，可能说你们近期有一点自闭，很宅，不想出去见人，不想社交。那这个宝剑4的正位呢，也会说明你们下半年可能说身体健康方面也会有一些小困扰。对。那么我看到了这张星币国王。对，你暗恋的这个人呢，他的条件可能会比你稍微好一些，可能是说经济条件啊，或者家庭条件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或者说也有可能是他在其他方面会比你要优秀一些。对，那么我看到这个星币7的正位啊。对，那么星币7的正位呢，说明你和暗恋的对方呢，你们2个人之间其实是有过很多共同的回忆，或者说这种点点滴滴的细节啊、互动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每当你在质疑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在质疑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用星币7，你们之间这种点点滴滴的回忆来让自己坚持下去。那么这张命运之轮的逆位呢，我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它其实说的是命运无常，人生无常。所以说你们下半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稳定。对，因为命运之轮它意味着关系的升级，但是也有可能意味着关系的疏离。所以说我看到了这张宝剑牌啊。对，宝剑牌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宝剑牌它意味着是语言沟通。那么这种语言或者沟通呢，既可以升级你们2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让你们2个人之间产生很多的误会，彼此疏离。所以说你和你暗恋的对象，你们2个人之间的发展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取决于你们2个人之间的沟通进行到了哪一步、哪种程度，包括呢你们对于彼此的这种了解。对，其实呢这组塔罗牌它并没有给出特别具体的就是你和对方的关系最终的这种结局或者说走向，那说明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可塑性的。对，或者说它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变化的余地的。那么第1张牌呢，它是 Receive with love and appreciation。那这张牌它是在告诉你，对待这段关系的话，你要带着爱与感恩。那无论你们这段关系它会走向何方，最终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去开始结束，那么你和暗恋的这个人，你们依然会拥有一些共同的美好的温暖的回忆。那可能说这个回忆它对于你的意义和价值会更大一些，但是其实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主观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这段关系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生当中的一些美好，哪怕这段恋爱它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丝丝的苦闷，但是呢它也是我们青春的一种见证。那么第2张牌呢，它其实是一张爱情的建议牌。对，它说的是 spend some quality time together。 那么你和对方呢，其实下半年你们会有一些机会去共同度过一些美好的有意义的这种时光。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 turn on your heart light。 对，打开自己的这种内心，或者说当你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以后呢，其实你整个人的能量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而这对你接下来的恋爱运势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其实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转变，对，是我们主动做出的变化，我们主动去打开自己的心扉，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当中，那样只会让我们感觉到无尽的压抑与痛苦。对，所以说最后这张牌呢，是大天使送给你的非常好的一张牌 Miracles and Blessings。 那大天使呢，他会在下半年去送给你一些生活当中的惊喜与祝福，请你注意查收，也请你多花一些时间去发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美好。对，那么这些点滴的美好呢，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生活本身，而在于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